重磅突发。为防止有的国家借道马来西亚转运商品至美国，以逃避高额关税，马来西亚投资、贸易及工业部宣布，自2025年5月6日起，所有出口美国的非优惠原产地证书 MPCO 将由马来西亚投资、贸易及工业部统一签发。实际上，这个新规的指向性非常清晰。马来西亚投资、贸易及工业部2025年5月5日发文告指出，马来西亚政府致力于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诚信，为此对任何通过虚假或误导性申报以规避关税的行为，无论涉及货值或原产地，均属严重违法行为。非优惠原产地证书 Non-Preferential Certificate of Origin 简称 MPCO 是一种国际贸易文件，用于证明出口商品的原产地及商品的生产或制造地。马来西亚的这个政策相当于直接切断了中国的转口贸易通道。转口贸易 Intermediary Trade 在中美贸易争端持续、美国对华加征多轮关税的背景下，利用马来西亚作为中转地，以规避关税，成为很多中国企业的现实选择。从涉及的商品类别来看，光伏产品是最为典型的案例，金科能源 Jinko Solar、隆基绿能 Langi、天合光能 Trina Solar、金奥科技 JA Solar、阿特斯 Canadian Solar 等众多中国光伏巨头投资设厂，将电池片和组件的组装环节转移至东南亚国家，再出口到美国，以规避直接从中国出口所需缴纳的高额关税。美国商务部针对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泰国、柬埔寨这4国的反规避调查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模式的存在。雪上加霜的是，马来西亚出台了签发非优惠原产地证书 MPCO 的新规，这对于中国出口贸易商无疑是晴天霹雳。这也让习近平4月份刚刚进行的马来西亚访问，刹那间显得很可笑。一直以来，中国政府对于东南亚国家都保持着非常大的心理优势，认为只要自己开出足够有吸引力的空头支票，就可以一如既往地牢牢掌控局势。这种傲慢的心态，使得中国政府一再误判形势，不断做出错误的决定。我怕风浪大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布局在国家层面，实际上更让中国的中小型外贸商家感到切肤之痛的是，美国政府取消了小额豁免政策。小额豁免的 Minimize Exemption 是指美国海关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21条款 Section 321规定，对低价值进口包裹免除关税和部分税收的政策。具体来说，单票价值在$800或以下的进口商品，通常为个人跨境电商包裹，无需缴纳关税或消费税，且简化了清关手续。实际上，这项政策主要针对通过跨境电商平台，如亚马逊、Temu、Shein 或快递进口的小额包裹，适用于个人消费者或小型企业的低价值商品，如服装、电子产品配件等。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，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如 Temu、Shein 大量利用小额豁免政策，通过低价值包裹出口美国，规避高额关税。据公开数据显示，2024年通过小额豁免政策而进行的外贸交易，占中国政府总的外贸金额的34%。如此高的占比，确实证明了中国低价商品的巨大贸易额。川普政府的这个政策真是精准打击，看来川普的顾问团队也是经过大量的收集数据及反复推演，才出台了这项政策。$800的金额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跨境小包的绝大多数类目，包括3C、服饰鞋包、日用百货、小家电等等，在不缴纳关税的情况下进入美国市场，价格优势得以保留。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，2024年美国处理了超过13亿件最低限度货物，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跨境电商平台。
这一数字与800美元免税实施前的2015年的 1.39 亿件相比，有超10倍的增加。2022年，中国 Temu、Shine 等跨境电商平台横空出世，他们巧妙地利用了800美元免税政策，采用全托管模式 Fulfilled by Temu (FBT), 直接从中国仓库发货至美国消费者手中。Temu、Shine 的低价策略让美国本土零售商沃尔玛、Walmart、Target 以及亚马逊感受到巨大冲击。据统计，2024年发往美国的包裹量高达14亿个，其中60%来自中国，而 Temu、Shine 等平台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。往后的行驶会更加困难。美东时间2025年5月2日凌晨0点01分起，北京时间2025年5月2日中午12点01分，原产于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的商品，包括通过国际邮政网络寄往美国的国际邮政包裹，不再符合最低限度豁免条件及取消小额豁免。这一刻注定会载入中国跨境电商历史。这标志着中美贸易之间延续近10年的 T86 免税政策正式落幕。从此以后，从中国发往美国的所有包裹必须以适当的报关类型报关，并需支付所有适用的关税、税款和费用。来自深圳的跨境电商卖家林旭向记者表示，我们上周已经暂停发货了，没发货的订单也退款了。新政策显示，从中国销往美国的800美元以下小额邮政包裹，均需缴纳其价值120%或每件100美元的关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800美元以下的包裹中，还有大部分是通过非邮政渠道，这意味着其需要缴纳最新的高额关税。对于此前关税为0的跨境电商来说，是成本的大幅上升。操！啊！虽然中国商家可以采用半托管模式拓展海外仓来应对新的政策，但是对于中国商家来说，将库存放置于海外，需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，而且需要提前投入10几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囤货，且需承担货物滞销的风险。实际上，这也是大多数中国制造商对于去海外建厂的顾虑，遵守当地法律，不能再实行996的工作模式，工人的住宿条件也必须达到当地的水平，这些都意味着成本上涨而丧失产品的价格优势。根据2024年12月28日的媒体报道，巴西当局发现比亚迪工厂的163名中国工人在类似奴役式环境下工作。这都说明便宜的中国商品并未惠及全球，反而是不仅牺牲自己民众的权益，如果发展下去，也会拖累全世界的民众权益。要知道，正是因为中国加入了 WTO， 中国的劳动者才获得了周末双休的权利。现状不可描述，未来无法预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马来西亚封锁转口，小额豁免彻底终结，一场精准且彻底的围剿正在对中国制造展开。从政策、规则到成本、人权，中国出口逻辑的灰色地带正被一一清除。这不是某个国家的胜利，而是全球贸易格局的一次深刻重组。当旧路被封，中国制造又将走向何方？你怎么看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见。唱戏不怕嗓门高，京东大户可不怕小，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，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。